30岁的阿明是一个平常看起来很健康的上班族，他不抽烟，不喝酒，偶尔加班的时候才会叫杯手摇饮，假日也常跟朋友去吃烧烤，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。他甚至觉得自己还年轻，身体应该没问题。直到有一天，公司安排年度健康检查，医生看着报告，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“你的肝有点油，要注意一下，这是脂肪肝。”阿明一听，心想：哈，脂肪肝？可是我又不喝酒，应该没事吧？于是他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。然而，就在短短2年后，他开始觉得常常疲倦，肚子越来越大。再次检查时，医生的脸色变得严肃：“你的脂肪肝已经恶化成脂肪性肝炎，如果再不控制，可能会走向肝硬化。”朋友们都吓坏了，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明显症状，却已经差点错过最佳治疗时机。这就是脂肪肝最可怕的地方，它在默默伤害你，却不会告诉你。很多人以为没喝酒就不会有脂肪肝，其实错了。现代社会不喝酒也会得脂肪肝，甚至年轻人、中学生都可能出现。在今天的影片，我要带你一起了解为什么脂肪肝会悄悄找上门，哪些日常饮食正在偷走你的肝，怎么检查、预防，甚至把脂肪肝逆转回去。看完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只要现在开始改变，还来得及把健康的肝脏救回来。脂肪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肝脏里面堆满了脂肪。正常情况下，肝脏就像一座大型工厂，负责代谢、解毒、储存能量。但当你吃进过多的糖分、脂肪，或是缺乏运动，这些多余的能量就会以脂肪的形式堆积在肝脏细胞里。医学上，当肝脏内有超过5%的肝细胞被脂肪占据，就可以诊断为脂肪肝。脂肪肝又分2种，酒精性脂肪肝跟饮酒习惯有关，非酒精性脂肪肝才是现代人的大问题。因为就算你完全不喝酒，也可能因为饮食、肥胖、糖尿病而得到。最可怕的是，非酒精性脂肪肝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隐藏的健康危机，因为患者人数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。饮食习惯：含糖饮料、手摇杯、油炸食物、烧烤、高热量零食、甜点，这些食物会让血糖快速飙升，胰岛素分泌过多，导致脂肪更容易囤积在肝脏。久坐不动，长时间坐着，缺乏运动，让身体的能量消耗不足，久而久之，肝脏变成仓库，满满都是囤积的油。肥胖与三高：肥胖、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，这些都是脂肪肝的高危险族群。研究显示，肥胖的人有高达70%以上同时伴随脂肪肝。遗传与药物：有些人天生基因代谢比较慢，加上某些药物，例如类固醇，也可能让脂肪肝风险增加。很多人以为脂肪肝只是肝脏比较油，其实事情没这么单纯。脂肪肝的发展路径通常是单纯性脂肪肝，只是有脂肪堆积，症状不明显；脂肪性肝炎，脂肪堆积引发发炎，肝细胞开始受损，肝纤维化，受伤的肝细胞被纤维化组织取代，肝脏变硬，肝硬化，肝癌。研究指出，20%到30%的脂肪肝患者会进展到脂肪性肝炎，其中一部分人再进一步演变为肝硬化、肝癌。所以，不是说脂肪肝没关系，而是你给它时间，它会变成大问题。问题来了，脂肪肝要怎么知道？这就是它可怕的地方。初期几乎没有症状，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容易疲倦、右上腹隐隐胀痛、体重逐渐增加，但很多人完全没有感觉，直到健康检查时才发现。所以医生才会说，脂肪肝是一种沉默的疾病。
抽血检查，肝功能指数 AST 升高，代表肝细胞可能有受损。腹部超音波最常见、方便的检查，可以看出肝脏是否亮亮的、油太多。进阶检测 FibroScan 弹性扫描 MRI-PDFF 更精准评估脂肪与纤维化程度。建议，如果你有肥胖、糖尿病、三高，至少每年要检查一次肝脏。好消息是，只要还没有进展到肝硬化，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。改变饮食习惯，少糖、少油、少加工食品，多吃蔬菜、豆类、深海鱼，适量优质蛋白，鸡胸肉、豆腐、蛋，喝水取代含糖饮料。增加运动，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，快走、慢跑、游泳，每周2次以上阻力训练，深蹲、哑铃，重点持续而不是暴冲。减重，研究显示，只要减去体重的7%到10%，肝脏脂肪就会大幅下降，甚至恢复正常。戒酒，即使你不是酒精性脂肪肝，但酒精对肝脏一定是额外负担。谈到脂肪肝，很多人脑中都会冒出一些自以为正确的观念，但其实这些想法往往是危险的误区。第一个迷思是，不喝酒就不会有脂肪肝，这是最常见的错误。很多人以为脂肪肝一定跟酒精有关，但其实现在最常见的叫做非酒精性脂肪肝 （NAFLD）， 原因不是酒，而是饮食不当、肥胖、糖尿病、三高、久坐。换句话说，即使你滴酒不沾，只要天天喝手摇饮、爱吃炸物，还是很容易得到脂肪肝。第二个迷思是，吃保肝产品就能治好脂肪肝。市面上有许多号称能护肝的保健品，从草药、膳食补充剂到各种茶饮，广告都说的天花乱坠。但医学证据显示，目前没有任何单一保健品能治愈脂肪肝。真正有效的方法仍然是饮食控制加规律运动加减重。如果只靠吃产品却不改变生活方式，就好比一边吃药一边继续伤害肝脏，结果当然无法改善。第三个迷思是，瘦子不会有脂肪肝。很多人以为只有胖子才有脂肪肝，其实这也是错误的。所谓隐性脂肪肝就很常见于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人，原因可能是内脏脂肪过高、饮食过于精致、缺乏运动或基因代谢异常。这些人外表看似健康，但肝脏可能已经堆满脂肪。最后一个迷思是，脂肪肝没症状就不用管，这就是脂肪肝最危险的地方。它初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，但并不代表它是良性的，就像一颗慢慢滴答作响的炸弹，等到真正出现严重症状时，往往已经是肝硬化甚至肝癌的阶段。所以千万不要被这些错误观念误导。记住，脂肪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毛病，而是一个需要积极处理的警讯。脂肪肝听起来好像不严重，甚至很多人觉得没差了，反正也不痛。但你要知道，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，当它真的出问题时，往往已经是最后阶段。所以千万不要等到肝硬化、肝癌才后悔。从现在开始，调整饮食，增加运动，把多余的脂肪赶出肝脏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，因为他们也可能正默默有脂肪肝却不知道。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